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将小米倒入料理机里边，这个做法实在是太好吃了，快一起来看看具体的做法吧。首先准备50克的小米，小米是五谷杂粮的一种，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，它含有着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具有养胃润肠的作用，尤其适合肠道功能不太好的老人和孩子食用。大多时候小米都会被用来煮粥喝，其实也可以偶尔换个做法，这样经常吃也不腻。就比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款美食，蓬松 Q 弹，别提有多好吃了。先将准备好的小米清洗干净，这里提醒大家，淘洗小米的时候不能太用力，也不能因为看着水是黄黄的而过分淘洗，那样营养物质容易流失，口感也会降低。清洗1到2遍就可以。清洗干净之后，再加入清水，将小米浸泡30分钟以上，让小米吸收水分，把小米泡开，将小米泡发至这样饱满的状态就差不多了。用手能够轻松的捏碎，这样就很容易搅拌了。直接把小米连同水一起倒入料理机中，开启电源，将小米搅打成米糊，多研磨一会儿，越细腻口感就会越好。打好之后，将它倒入大碗中，就搅成像这样细腻的米糊状就可以了。往里边加入3颗酵母粉，用筷子搅拌搅拌，使酵母粉溶解开，这样能够缩短后期发酵的时间。再往里边少量多次的加入400克面粉，少量多次的加入，这样能够很好的掌握面粉的粘稠度。面粉一定不能太稀，也不能太硬，所以面粉要根据小米糊的量逐量的添加，不能实际配方，要灵活运用。就一直这样搅拌，直至搅制碗里没有干面粉颗粒，千万不可以有干面粉，不然做出来会夹生。粘稠度像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接着盖上一张保鲜膜，将它整理密封好，放在温暖的地方醒发半个小时。这个时间准备一把大枣，再准备一小把葡萄干，加入1小勺面粉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将葡萄干和大枣清洗干净。在这样不断搓洗的过程中，面粉就可以把葡萄干和大枣夹缝中的灰尘给带下来了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都要经过长时间的风干过程，而它们的表皮均有糖分，所以在风干的过程中必定会沾染不少灰尘细沙，所以清洗这一步必不可少。再换清水多清洗几遍，这样就非常的干净了，无论怎么吃都是很放心的。洗好之后捞出来放到案板上，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顺便去除枣核。接着再把大枣切成大枣碎，大小颗粒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切就可以。我个人觉得颗粒比较大会更好吃。葡萄干呢就先放在一旁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切好之后先放入盘中。现在来看看面糊怎么样了。哇，发得非常好。撕开保鲜膜看看，满满的蜂窝状。我们发酵的时候一定要看面糊的状态，不要在意时间，先不要急。
一定要等面糊发酵好了，这样成功率就会大大提高，制作起来也会相对简单。如果喜欢吃甜一点的，可以多加一点白糖，不过加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红枣和葡萄干都带有甜味。将红枣碎也加进来之后，用筷子将它们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面糊恢复到初始的状态，排出里边的空气。这时候再准备一个模具，往里边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用刷子把食用油均匀的刷开，每个角落都不要放过，这样脱模会更顺利。没有模具也可以用家里的陶瓷大碗，不要用不锈钢隔热碗就行，那样蒸不透。接着将面糊倒入里边，不要倒得太满，因为蒸的时候体积会变大，需要留一定的空间。接着再将它整理平整一些，下面在表面摆上一层葡萄干，这样不仅好看，还很好吃。也可以摆上一些自己喜欢吃的干果，蔓越莓干、蓝莓干，自己喜欢吃什么就摆上什么。最后将它放入蒸锅，要记住凉水上锅蒸。这么做发糕可以进行2次发酵。大火烧开之后，将它蒸上20分钟的时间，然后就可以关火了。这样一款香喷喷的发糕就做好了。打开盖子就能闻到一股小米特有的香味，还有一股红枣的枣香味。将它拿出来，不烫熟的时候脱模就可以了。香喷喷的小米发糕就做好了，拿起来轻飘飘的，很是松软，看着味道也是很不错。下面再将它切成随意自己喜欢的大小。今天的这个发糕非常简单，没有复杂的步骤，也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点，只要跟着做就没错，基本看一遍就会了。制作方法简单，但是它的口感是很不错的，按压一下能够回弹，可以感受到它的蓬松暄软，一口咬下去香甜不粘牙。喜欢吃小米的朋友一定要试试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